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进入大公司，第一件事就是甩了我。我淡定打给董事长老妈：“妈，帮我关照一个人。”女朋友进入大公司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甩了我。我淡定打了一通电话后，女朋友当场就反悔了：“林晓，我们分手吧。”祝福的话才刚到嘴边，就被我给活生生咽了回来。不是，苏柔柔，你什么意思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什么意思？苏柔柔在电话那头冷笑一声：“你觉得你现在配得上我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直接笑出声来。然而这却直接将苏柔柔给彻底激怒。林晓，你有什么脸笑？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现在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公司的职员，而我已经拿到了林氏集团的 offer，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在一起？听完他的话，我的内心没有丝毫波动，我只是冷冷地说道：“这就是所谓的上岸第一箭，先斩意中人吗？”苏柔柔却笑得有些癫狂：“林晓，你自己没有本事，难道你还想要道德绑架我？我告诉你没门，我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罢了。我有什么错呢？”我故作轻松地说道：“你当然没有错，你怎么会有错呢？”听到这话，苏柔柔的怒火好似消散了几分。你知道就好，那你以后就别再找我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。你别想继续纠缠我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我从容的语气让苏柔柔有些诧异，随即她语气不屑地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会死缠烂打，没想到你看得如此开。我希望你是真的看得开，而不是在这里演戏，别到时候等我工作了又来缠着我。我最讨厌死缠烂打的男人。”说完，苏柔柔就直接挂断了电话，然后她给我转了1000，这就当分手费了，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。看着那1000，我忍不住笑了笑，真是大方呢。说是分手费，其实他就是想要在最后时刻羞辱我一番罢了。但是秉持着有钱不赚王八蛋的原则，我自然是没有一丝犹豫就收下了。没想到我刚点击收账，小一秒，苏柔柔就发来嘲讽的消息：“你竟然还真好意思收？你看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你这辈子就这样完了。和你交往的这段时间将成为我一生的黑历史。”面对苏柔柔的嘲讽，我不气反笑，看似是我被他甩了，但是又何尝不是我赚了呢？原本我是计划今年等他工作稳定之后就和他结婚的，但是如今这突如其来的喜剧般的一幕，彻底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不过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虽然说我失去了这段感情，但是我至少并有因此付出太多的代价，就彻底看清这个见利忘义的人，这也算是及时止损了。我也懒得再去看苏柔柔发来的消息。林氏集团吗？我一边念叨着，一边不自觉浮起一丝异样的笑容。我重新将电话拿起，随即就给我母亲打去电话：“喂，妈，你们公司有个新来的员工，多帮我关照一下他。今天是苏柔柔到林氏上班的第1天，而我也是奋发图强，成功应聘上了林氏的保洁工作。正当我在打扫时，恰好遇到了林氏的董事长。”妈，听到这话，董事长脸一黑：“你叫谁妈呢？”可是下一秒，他又一下扯起一个笑容：“真是搞不懂你，董事长的位置，我和你爸一直都给你留着，你却偏偏要来当清洁工。”我嘿嘿一笑：“那我肯定得从基层工作做起才像话嘛。”林总一阵无语：“我不和你扯嘴皮子了，等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。对了，上次你说的那个人，
我已经安排让他主管多关照他一些了。说完，他就开会去了。然而刚刚的一幕，恰巧被路过的苏柔柔尽收眼底。我也正准备收拾东西离开，苏柔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一见真的是我，她的脸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林晓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我一脸雾水的挠了挠脑袋，什么叫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好不再纠缠我的吗？你现在跟着我到林氏来是几个意思？一边说着，他一边轻蔑地扫视着我清洁工的装扮，眉眼间的厌恶不言自明。我却只是微微一笑，苏柔柔，你未免太自恋了吧？我只是恰好换工作而已，怎么就变成跟着你来的？恰好，苏柔柔一脸狐疑。你别以为觉得自己也能进林氏，就觉得自己能够和我平起平坐。别忘了，我可是这里的正式员工，而你不过就是一个臭扫地的。说着，他就一脚将我的水桶踹翻在地。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算短，我怎么都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看着被踹翻的水桶，不禁冷笑出声。苏柔柔，不就是得到一份破工作吗？你尾巴咋还翘到天上去了？见我反抗，苏柔柔就越发来劲儿。破工作？你知道林氏有多难进吗？就算你努力一辈子，都不可能成为这里的正式员工。但是，我确实成为不了这里的正式员工。毕竟我要是真回到林氏，那也只有坐上他们给我留好的董事长的位置。还有，你一个臭扫地的，刚刚竟然还想和林总套近乎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还请你时刻摆正自己的位置。还有，别说你认识我，更别说你是我前男友，不然我的脸都会被你丢光的。说完，他就气势汹汹地离开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仿佛看见了他那根已经翘上天的尾巴。嚣张点也好，毕竟俗话说得好，飞得越高，摔得越痛。我就要看看，当知道真相的时候，苏柔柔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。在我的安排之下，苏柔柔部门主管也是十分信任的，将部门的重担交到苏柔柔的肩上。借着这件事，他一边发着朋友圈，一边在我面前不断炫耀和嘲讽。林晓啊，林晓，你看看你这副窝囊模样，要是我是你，我都没脸在这个世界上活着。你一个大男人还没我一个女人有本事，你竟然还有脸在我面前出现。看着沾沾自喜的苏柔柔，我心底一阵冷笑。此刻的她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看着我无动于衷的模样，她似乎有些恼怒。毕竟在外人的眼光看来，她可是得到了一份让大多数人为之羡慕的工作。可是为此，我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羡慕或嫉妒，这自然让她只觉不满。看着她高傲的模样，我还是出于好心说了句：步子别迈太大，小心把自己摔着。但是我知道她的性格，对于我的劝解，她自然是听不进去半句的。苏柔柔脸色一沉：林晓，你不就是一个臭扫地的，现在还对我说教上了？你有什么资格？现在我已经是我们部门项目的组长，我相信要不了多少年，我就能够当上部门的主管的。看着他自信心爆棚的模样，我却只觉得一阵可笑。但是我最终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。然而还没等苏柔柔高兴多久，这天我刚路过，就听见他被他主管骂得狗血淋头。苏柔柔，你干什么吃的？你是猪脑袋吗？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。原本心高气傲的苏柔柔，在主管的一通谩骂之下，忍不住带着哭腔说道：主管，对不起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主管直接冷哼一声：给你机会？你觉得你配吗？可是苏柔柔仍旧不想放弃。主管，
我保证这一次我绝对会完美完成的，还完美完成。你知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你，现在我们项目的进度被拖慢了多少？你竟然还敢有脸让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没直接开除你，就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仁慈了。苏柔柔还想说些什么，直接被无情打断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更加适合做项目组长的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以及项目的其他同事都全权听从他的安排。苏柔柔带着敌视的目光环视一周，是谁？从他的语气就能听出他是有多么的自负。在他看来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才适合做这个项目的组长。主管也懒得理会他，直接就对门外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然后我就顺势地走了进去。林晓见到我，他惊讶的嘴巴都快掉到地上，随即他脸色一黑，就想要把刚刚失去组长位置的怒火发泄到我的身上。你一个臭扫地的进我们办公室干什么？还不快滚出去！臭扫地的！主管有些不知所云，随即他面向全体同事介绍道：“从现在开始，林晓就是这个项目的组长，之后的一切工作，你们都要全力配合他，知道了吗？”我的突然出现就已经让苏柔柔十分吃惊，可是现在我莫名其妙成了他的上司，这让他更是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他当即就站了出来：“主管，他就是一个臭扫地的，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组长？”主管猛地将桌子一拍，将在场众人吓了一跳。林晓为什么没有资格？他可是林总的，是什么？不就是你家亲戚吗？竟然还敢碰瓷林总，你们配吗？主管的话才说一半，就被苏柔柔强行打断。主管朝我递来一个是否要继续说下去的眼神，我只是摇了摇头，示意主管不要再继续往下说下去。毕竟现在还没有到揭露身份的地步，而且我还想看看苏柔柔还会做出什么样荒唐的举动来。主管在我的示意下，也是十分懂事地闭上了嘴。眼见我们不吱声，苏柔柔以为是猜中了我们之间的关系，这下她更加来劲儿。她指着我的鼻子就骂道：“这个位置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够胜任的，更何况林晓只是一个臭扫地的废物。”话音未落，主管直接替我一巴掌就扇了过去。苏柔柔，我看你本事不大，脾气倒是不小。苏柔柔满脸震惊地看着我们两人，她也许怎么都没有想到，主管竟然会为了我这个突然出现的新人动手打她。顿时，她委屈的眼泪就到了眼眶边。苏柔柔捂着脸颊，声音哽咽地说道：“我要找林总告发你们，我要告你动用私权，把自家亲戚塞进公司来。”说着，他就气冲冲地冲出办公室。结果刚到门口，就发现我妈恰好来了。苏柔柔一脸委屈地向着我妈倾诉苦水：“林总，我们主管将他亲戚安排到公司来扫地就算了，如今他竟然还让他亲戚进入我们部门担任项目组长，那可是属于我的位置啊！”苏柔柔说的情真意切。我妈冷冷地扫视办公室一圈，随后面向主管淡淡说道：“苏柔柔说的都是真的吗？”主管赶忙解释：“之前项目的一直没有重大的推进，所以我才决定做出人员调整。而且林晓真的不是我的亲戚。”我妈淡定点了点头，确实也不知道之前项目组长是谁。苏柔柔正准备回答是自己的时候，我妈接下来的一番话让她将刚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。之前的组长是有些无能，我不管是谁，只要一直不能为公司做出贡献，那就一定要开除。说罢，她忽然眼中带着几分笑意地看着我：“我也不管林晓是不是你亲戚，
只要他能够为公司做出贡献，那么我就认可他。要是不能，你俩就准备一起受罚。我和主管连连点头。苏柔柔眼见自己的告发没有得逞，而且反被我妈教育一番，她的脸早就黑得不能再黑。那么，苏柔柔，既然你作为项目的成员之一，接下来你就要配合林晓做好相关工作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看着苏柔柔一脸不情愿的模样，我心中一阵暗爽，并悄悄给我妈递去一个眼神。除了苏柔柔之外，项目的其他成员也对我的突然到来有些不满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用真本事让他们来闭嘴。可是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。虽然苏柔柔的能力不是特别出众，但是她特别擅长耍小聪明和搞小动作。她一边暗地里捏造各种诋毁我的事件，从而降低我在同事之间的可信度，另一边造谣我是主管的亲戚，好借此让同事觉得我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从而让各位同事对我产生憎恨的心理。我自然也不会放任苏柔柔这样无法无天，我直接动用自己的权力召集全组成员开会。在会上，我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无情地讽刺道：某些人不要觉得是因为我的出现才导致你失去你的位置，在责怪别人之前，麻烦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本事胜任这个位置。要是你真的有本事的话，至于丢掉自己的位置吗？至于在背后说一些子虚乌有、诋毁别人的话吗？我一通输出过后，苏柔柔气得面色通红。她站出来也不是，不站出来也不是，这种小人这辈子也就只敢躲在背后蛐蛐了，也就这点本事了。我话还没说完，突然一声巨响，等我看清，只见苏柔柔拍桌而起：林晓，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你这个不举男！这话一说出口，原本沉默的会场忍不住发出一阵惊呼。从苏柔柔口中听到这句话，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。我冷冷地看向苏柔柔：我和你认识吗？你就对我这样人身攻击？我完全有理由告你诽谤。眼看我并没有因此破防，苏柔柔更是直接将我们曾经的关系自曝出来。我知道很多人以为我说的都是假话，但是就凭林晓是我前男友的关系，大家就知道我肯定说的都是真的。一颗石激起千层浪，当得知我们是前男女友关系，会议室更是一下就炸开了锅。什么？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？你们藏得够深啊！我们一直没有发现。林组长长得挺帅的，没想到哪方面不行啊，真是没有看出来，怪不得苏柔柔会和他分手。我带着几分怒气指着苏柔柔：当初不是你说谁也不准提我们过去的关系吗？你这是几个意思？苏柔柔以为我已经破防，她带着几分得意的语气说道：我本来也想给你留几分面子的，是你做得太过分了，所以我也不打算给你留面子了。一边说着，苏柔柔更加变本加厉地说道：他不仅身体不行，而且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软饭男。他之所以想尽办法来到这家公司，就是为了来挽回我，但是我已经铁了心和他分手，他还这样死缠烂打，他气不过，就想方设法抢走我的位置，并想要以此为筹码来胁迫我和他复合。说完，他一脸得意洋洋地望着我，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一般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想到为了报复我，你这么不择手段。苏柔柔没再继续说话，只是轻轻地冷哼一声，就任凭同事猜测脑补我和他曾经发生的一切。眼看情况愈加脱离掌控，我准备赶紧将场面控制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妈推门走了进来，她冷眼环视一周，场面顿时鸦雀无声。
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还得是我妈。仅仅一句话就让众人安静下来。作为始作俑者的苏柔柔怎么都没有想到林总会出现。此刻他脸上一脸为难，他只想要赶紧找补，但是在短时间内他又没有想到好的借口。眼看我准备说话，他赶忙抢在我前面就哭诉道：林总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！我妈确实一头雾水。苏柔柔继续哭诉道：林晓其实是我前男友，这一次他当上小组长后，就想要用工作来威胁我和他复合。他说只要我不和他复合，他就给我使绊子，让公司将我开除。看着苏柔柔在我妈面前捏造事实，我就只觉得一阵莫名的搞笑。我妈强憋着笑：你说林晓是你的前男友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在我公司，所有事情都必须讲究证据才行。证据，我当然有。说着，苏柔柔就当着大伙的面掏出手机。只见她在手机翻找一阵，竟然真的找出一张我们曾经的亲密照片。一时间，大家都彻底相信了苏柔柔所说的话。我妈继续问道：那他为什么会纠缠着你不放呢？苏柔柔能哼一声：林晓家里穷，连像样的彩礼都给不起，眼看着我找到一份好工作，他想要把我当作他的长期饭票，所以他才对我一直死缠烂打。听到这话，我和我妈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。这略显诡异的一幕，让在场所有人一头雾水。苏柔柔更是直接当着我妈的面对我破口大骂道：林晓，你笑你妈呢？难道我说错了？你这个穷逼，家里没钱，自己又没有本事，想要一辈子赖着我。听到这话，我更是笑得直不起腰。苏柔柔，你说我笑啥？我说你笑你妈，你个死穷逼！眼看时机成熟，我直接上前将一只手搭到我妈的肩膀上。妈，你这个公司董事长当得有些失败呀，你家员工竟然敢当面骂你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全体呆住。苏柔柔先是一愣，随即又发出一阵无情的嘲笑：林晓，你真是疯了，竟然还敢碰瓷林总。然而当他看见我妈宠溺地拍了拍我的头，他整个人瞬间石化。我早就听我家阿晓说他交的前女友泼辣得很，今天我总算是见识到了。此刻苏柔柔浑身颤抖，嘴巴像是被胶水粘住了一般。过了半晌，她才艰难开口：林总，林晓真是你儿子？怎么？难道我儿子长得不像我吗？这时候，苏柔柔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但是最多的表情还是后悔和害怕。林总，林晓，少爷，对不起，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这么喜欢骂我妈吗？现在我妈就在你面前，你怎么不骂了？而且你说的没错，我家以前确实挺穷的，我像是要征得我妈同意一般，故意又十分亲切地叫了她一声妈，你说是吧？我妈十分宠溺地点了点头，然后装作十分惋惜地说道：柔柔啊，原来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和我家阿晓分手的吗？其实我也并不怪你，毕竟每一个人都有追寻幸福的权利，是我家阿晓耽误了你，你选择分手是明智的。这个时候，光看苏柔柔的表情就知道她已经把肠子都悔青了。她下意识的就做出了改口，她一脸谄媚地走上前去：妈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和阿晓之间只是闹着玩的，情侣之间有矛盾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我不得不佩服苏柔柔，各种谎话她是张口就来。而且其实我早就知道阿晓和你之间的关系了，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完全就是在考验林晓。你看他现在成功回到公司，我不是帮了大忙吗？苏柔柔说得天花乱坠，
要不是我们都知晓内幕，还真有可能会被他成功忽悠。我妈只是淡淡的说了声：“是这样吗？那这样说，我还得好好谢谢你是吧？”苏柔柔像是听不懂好赖话一般，继续大言不惭地说道：“谢谢就不用了，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就有点见外了。”苏柔柔竟然还有脸和我们自称一家人，她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和我们逐渐变冷的脸色。她眼见我妈似乎相信了她的鬼话，她忽然一把就扑进我的怀里：“阿晓，恭喜你成功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算是恢复男女朋友关系了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娶我吗？等哪天咱和咱妈一起看个好日子，就把婚礼定下来吧。”听着他说了一大堆废话，最后我实在是没有忍住，直接一巴掌就招呼了过去。这一巴掌力道之大，直接把苏柔柔扇得东倒西歪。林晓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苏柔柔捂着脸颊朝我怒吼道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不是说之前是对我的考验吗？那这一巴掌也是我对你的考验。很可惜，你生气了，所以你没有通过我的考验。那我们还是分手吧。”我的一通操作搞得苏柔柔欲哭无泪，她径直向我妈求救：“妈，你看林晓又和我闹脾气了，你帮我说说他。”我妈只是抬了抬眼皮，然后冷冷地说道：“我向来不参与阿晓感情上的事情，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都是他的自由。”苏柔柔茫然无措地望向我：“阿晓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”说着，她就眼泪汪汪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。我冷笑一声，正准备说话，结果我妈却突然开口了：“对了，刚刚忘了一件重要的事。”一听这话，苏柔柔以为我妈要帮她说话，可是接下来我妈的话却让她彻底绝望了。“苏柔柔，由于你的工作能力离我们公司要求相差甚远，从今天起你就被正式开除了。”瞬间，苏柔柔只觉得天都要塌了。她怎么都没有想到，因为自己当初的一个决定，自己不仅会弄丢了爱情，同时也弄丢了工作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罢了。“妈，你不能这样对我呀，我可是林晓的女朋友。”我妈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：“哪怕你是我女儿也好，只要达不到公司的要求，全都一律开除。况且我们家阿晓也说了，他和你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所以不要叫我妈。”这一刻，苏柔柔无力地瘫软在地，满眼尽是绝望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：“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以后不管是我还是我们林家，都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。”一时间，周围的同事都开始纷纷嘲笑苏柔柔还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苏柔柔恶狠狠地盯着我，忽然猛地站起身来：“你们装什么装？你不就是看你儿子被我甩了，所以想要帮他出口恶气吗？你竟然还说是因为我工作能力不行！原来从这一开始，这一切就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将这件事曝光到网上，告你们仗势欺人。”听完苏柔柔的控诉，我却只是不屑一笑：“苏柔柔，麻烦你搞清楚，这是我家公司，我们想要聘用谁，这是我们的权利。而且，苏柔柔，你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未免太自信了吧？”说着，我就将我负责的项目进度表直接甩给了他。当看清上面的数据，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废物吗？”我耸了耸肩膀：“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是废物，只是你一直活在你的幻想里，用比你快7倍的效率完成这项项目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当初你以为自己能够进这家公司，真的是凭你的实力吗？”苏柔柔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的位置都是我让我妈给你开后门，你才能进来的。
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苏柔柔痛苦地喃喃自语道。对于像苏柔柔这样自负的人来说，我的这一招无疑是给了他致命一击。只见他双眼无神地环顾着四周，看着每个同事都对他发出无情的嘲笑。他知道他彻底输了，他艰难地撑起身子往外走去。我一把将他拦下，满脸笑意地看向他：别着急呀，看你似乎不大舒服，我已经帮你叫了警车。刚刚苏柔柔当着众人面辱骂造谣的一幕已经被监控拍了下来，我也是理所当然地报了警。最后苏柔柔被警察局带走，被拘留7天。在经历这场风波之后，我妈让我顺便就替她接管公司。我笑着说：妈，你现在正是奋斗的年纪，怎么能够让我接班呢？说完，我就立马从公司逃走了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